母亲被父亲的小三害死后，我引诱了小三的儿子，准备在他疯狂爱上我的时候，再狠狠甩了他。然而分手那晚，他将我关进地下室，绝望而疯狂。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第一次见林志洲是在我18岁那年的冬天，母亲刚去世半年，父亲的秘书林美惠就登堂入室，侵占着原本属于母亲的一切，甚至还带了一个拖油瓶。江河让我打招呼，我冷哼一声，并未开口。林美惠脸色一白，嘴边的笑意僵住。江河知道我的脾气，并未动怒。为缓解尴尬的气氛，他拉过在一旁沉默寡言的男生。男生的皮肤很白，有种病态的白，甚至能明显地看到他手腕上的青筋。少年的表情很淡漠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这是志洲，大你几个月，算是你哥哥，成绩很好，你可要向他学习。江河有些讨好地笑道：“我妈妈就生了我一个，他算哪门子哥哥？”我反唇相讥。江河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刚想要说些什么，就被我打断。他该不会是您养在外面的私生子吧？江新月。江河怒发冲冠，今天是你林阿姨和志洲第一次上门，别太过分，让人看笑话。呵，我妈刚去世不到半年，尸骨未寒，您就迫不及待地娶小三，您说大家会笑话谁？你。江河抬起右手，做事要打我。老江，孩子还小不懂事，别这样。林美惠装模作样的去拦。我冷笑，心想你等着吧，我不懂事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家里突然多了2个陌生人，让我极为不适。林志洲话很少，在家里就像个隐形人，除了下楼吃饭，其他时间几乎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。我和他也没有任何交流。我讨厌林美惠，自然也讨厌他的儿子。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，我们相安无事地相处着。直到国庆节，江河和林美惠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家里的保姆阿姨回去看刚出生的小孙子，家里只剩下我和林志洲2人。阿姨不在家，没人做饭，我一直点外卖，外卖吃多了也腻得慌，于是开始在厨房里捣鼓吃的。在厨艺方面，我是个小白，毫无天赋，只能把食材煮熟。我看着锅里已经惨不忍睹的西红柿鸡蛋，觉得很荒谬，还不如直接点外卖呢。正当我拿出手机准备点外卖时，林志洲提着一袋子鲜果蔬菜进来。我没理他，打算点个盖浇饭。我做糖醋排骨，你吃吗？林志洲的声音清冽，像夏天冷藏的汽水。我没想到他会和我搭话，毕竟这大半年，我一直当他是个入侵者，而对他百般敌视。虽然表面上我云淡风轻，可背地里我使尽了段，让他吃了一些苦头，包括但不限于趁他去浴室的时候将他的衣服拿走，在夜黑风高的晚上偷偷敲他卧室的窗，装神弄鬼的吓他。甚至有一次他生病了，我往他的中药里放了辣椒和醋，但这些幼稚的举动他好像根本就不在意，也没有找江河和林美惠告状。我猜他应该知道是我干的，但可能害怕我去报复他妈妈，所以再三缄默。但我才不会因为他的退让而心生愧疚，我只会变本加厉。毕竟林美惠是导致我母亲死亡的罪魁祸首，我永远也忘不掉从20楼一跃而下，倒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母亲。看着林志洲那张精致的脸，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。我放下手机，坐在餐椅上，勾唇灿笑。好呀，想吃。少年不自在地看了我一眼，镇定地将袋里的食材拿出来。也许他只是秉持着礼貌，客气地提了一嘴，并没有真的想要做给我吃。面对我的嬉皮笑脸，他始终无动于衷。我只能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手机。哎，这人真无趣。林志洲的厨艺还不错，糖醋排骨的味道刚刚好。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夹起最后一块排骨，不遗余力地夸奖他。哥哥，明天再给我做好吗？我可怜巴巴地看他，像被主人丢下的流浪狗。毕竟装可怜什么的，我最拿手了。然而林志洲头也没抬。怎么，哥哥不愿意吗？我看着他，故作伤心地问。良久，
他才低声嗯了一声。这是被拒绝了。我将碗一推，转身回房间。明天你想吃什么？林志洲清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一挑眉，毫不客气地报了一连串菜名。于是林志洲成了我的专属厨师，我让他做什么菜他就做什么菜，不会做的菜他也积极地上网搜索教程。他很聪明，有些复杂的菜系他一学就会。每次我都使劲夸他，当然他偶尔也会卸掉那副生人勿近的面具，在我彩虹屁的猛烈攻击下手足无措。有这么一位成绩好、长得又帅的儿子，他妈妈应该很骄傲吧？哈，要是我对他做些什么，林美惠一定会崩溃的吧？他们说我妈妈是自杀而亡，从疗养院的顶楼一跃而下。江河说自杀，警察也说是自杀，所有人都认为是自杀，除了我。试问哪个母亲会在自己女儿生日当天选择自杀呢？江新月，所以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江河被我逼得涨红了脖子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他将那份尸检报告狠狠扔到我脸上。锋利的纸张边缘割伤了我的脸，我面无表情地盯着那纸上写的死亡原因：自杀死亡。新月，你要知道，抑郁症自杀率是很高的。江河似乎也觉得，在一个刚刚经历丧母的小女孩面前说这些话显得过于残忍，或许他还想维持在我面前的慈父形象，于是攥起拳头的手松开了，动作不自然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新月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爸爸也很难过，但是我们要试着接受这个事实，坚强点。接受？真好笑，一个父亲竟然试图让一个女儿去接受亲生母亲的死亡，还是缘由不清的自杀。哈哈哈哈，真讽刺啊！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也配做一位丈夫、一位父亲吗？也是，像我母亲那样病殃殃的妻子，早就被他所厌弃了吧？我作为女儿，当然不可能接受。生日前一天，我还去疗养院看了他。那天他很开心，给我梳了头发，多吃半碗米饭，还向我保证会好好吃药，争取马上出院回家陪我。他还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，笑眯眯地说不能提前告诉我是什么，要给我一个惊喜。可是，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在我18岁生日这天，每每想到那天，我就心痛到无法呼吸。我后悔了，后悔那天从疗养院离开，我应该留在他身边的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惊喜了，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只要你啊！是夜，剧烈的狂风仿佛要将一切摧毁，急促的雨噼里啪啦地拍打着窗户，天边惊雷炸响，震破苍穹。我从噩梦中惊醒，搂着被子瑟瑟发抖。妈妈，妈妈！黑暗中，卧室门被撞开，林志洲打开房门，冲到我床边。未等他说话，我已经钻进了他的怀里，感觉到我抱着的人身体变得僵硬。窗户外又一阵闪电划过，我收紧手臂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，我害怕。好，不走，我不走。背部传来有节奏的轻拍，温柔又有力量，就像小时候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哄我睡觉。那晚之后，我和林志洲的之间的氛围有些奇怪。我依旧非常讨厌他，不，应该是更加讨厌他了。他看到了我最脆弱的一面，我害怕他会在背地里嘲笑我。但据我观察，他仿佛忘记了那个夜晚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虽然我恨他，又不得不依赖他。我成绩很差，数理化尤其差，但妈妈她曾经说过，希望我可以考上雷大。大对我来说很难考，但为了完成妈妈的心愿，我愿意付出所有的努力。林志洲是学神级别的存在，我不会的题，向他请教，他都会耐心地帮我解答。不得不说，林志洲真是个很好的哥哥，事事谦让我，以我为主。如果没有他妈妈，我会很高兴能拥有这样一位哥哥。林美惠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，她不仅不甘于做家庭主妇，而且对林志洲的学习也很上心。毕竟有个年年拿第一的儿子，连之前看不上他的那些富婆都来向他请教如何培养儿子。林美惠讨厌我，但看上去很爱他的儿子。她并不喜欢林志洲与我接触。他端着一盘水果来到我的房间，
看到我在写试卷，装模作样的鼓励了一番。见我不怎么理他，又阴阳怪气了一通。新月，阿姨很欣慰，你能和志周相处得这么好，我和你爸爸也希望你们兄妹互相帮助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。哈，我笑了，这个女人真不要脸，破坏我的家庭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跟我是一家人。那孩子成绩虽好，但哪有专业的老师教得好？而且他还要参加省物理竞赛，我就怕他没时间给你辅导。所以最近我仔细挑了几位老师，听说都教得特别好，明天让他们来家里给你辅导功课，好吗？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别耽误他儿子的时间呗。我笑着说，林阿姨，你这么信不过哥哥吗？哥哥昨天还说他会拿到竞赛冠军，也会帮我辅导功课，让我不要担心。林美惠脸都绿了，干笑几声，放下果盘，扭着水蛇腰走了。林志周拿着课本到我卧室的时候，我埋在试卷堆里，哭得不能自已。怎么了？我哭着投入他的怀抱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你妈妈不喜欢我霸占你，不喜欢你给我辅导功课，她还说要给我请新的辅导老师，不让你教我。我添油加醋地控诉着林美惠，你妈妈一点也不希望我跟你好。林志周默默地听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握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拉开他的怀抱。那双深邃的眼睛直视着我，喜欢霸着我。我瓮声瓮气地嗯了声。林志周握着我肩膀的手收紧，喜欢和我好，是不是？少年的声音有些发紧。我不好意思地将头埋在他的肩窝里，没有说话。那喜欢我吗？1秒2秒，时间走得寂静无声。我盯着前面虚空的某处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不敢相信事情竟会进展得如此顺利。直至确认我点头，腰上有力的双臂收紧，我听见我靠着的胸膛传来阵阵心跳声。那就霸着，不用管其他人。江新月，待会儿放学我们去游戏厅，你去不去？从操场回来的陆向彤抱着篮球问我。我写着试卷头也不抬，好呀。陆向彤妈妈是我妈妈的闺蜜，所以我和陆向彤从小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。林志周上个月转来和我同一个学校，每天放学都会等我一起回家。我有时候放学跟朋友一起去逛街，他也都跟着，说是担心我的安全。他不喜欢我跟其他同学接触，尤其是陆向彤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和我的朋友们好好在一起玩耍了。所以我决定下午放学后偷偷溜走，不告诉他。中途林志周不断打电话过来，我不厌其烦，发了条短信报平安之后便关机了。天渐渐暗了，陆向彤送我回家，我们压着马路，说着小时候的糗事。真想回到小时候啊，那时候妈妈还在，我每天都过得很快乐。江新月，你别怕呀。陆向彤虽然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但关键时刻他又很细腻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有我。没有了妈妈，现在几乎也没有了爸爸。偌大的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但幸好还有陆向彤。朦胧的路灯下，林志周握着手机，靠在家门口的墙壁上。他盯着我，没有说话。昏暗的月色下，我隐约感受到了周围的低气压。你好，我们和几位同学玩得晚了些，请你不要责怪他。陆向彤也知道我们家这点破事儿，主动解释我晚归的原因。林志周大步跨过来，走到我跟前，从陆向彤手里拿过我的书包。2个身高不相上下的少年在相互对峙着。以后离他远点儿。林志周面无表情地警告着陆向彤。凭什么要我离他远一点儿？陆向彤不甘示弱道。林志周睨他一眼，他是我的。说完拉着我大步离开。这句充满占有欲的话，不像是一个哥哥会对妹妹说出的。我心猛地一跳，下意识回头去看陆向彤。果然，陆向彤愣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江河出差，林美惠生怕江河在外面乱搞，也跟着去了。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林志周。林志周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抱胸，嘴唇微抿，看向我的目光深沉，又眼尾下的那颗泪痣在灯光的照耀下更显冷漠。
虽然平日里他对我有求必应，但他冷下脸的时候，我却不敢看他的眼睛。过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冷淡至极。背着灯光而坐的少年，犹如一座静穆的雕塑。我盯着斜间，直到客厅的鼓钟咚咚咚敲了3下，打破了凝固的空气。我缓慢地走到少年面前，勾唇灿笑：“哥哥为什么生气？”我想从那双冷淡的眸子看出些情绪，可是很遗憾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林志洲伸出右手钳住我的下巴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江心月，你知道吗？不乖是要惩罚的。克制而冰冷的声音如隐匿着巨大波澜的平静海面。他一贯是温和冷静的，这样刻意隐忍的林志洲是我从未见过的。我没有害怕，反而有些兴奋。眼前这个看似沉默安静的少年，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呢？我试图激怒他，想要撕碎他的面具，揭露他的痛处，看他痛不欲生。但当时的我还不明白玩火自焚的道理。我眨巴着眼，红唇微起，那哥哥想怎么惩罚我呢？几个字如浮云一般飘渺，沉沉浮浮，扰乱人心。下巴上的痛感越发明显，捏着我下巴的那只骨节分明的手，由于过于用力，开始泛白。我毫不服输地与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对视，看到里面闪过矛盾与挣扎。夜色如墨，外面的梧桐树沙沙作响，风悄悄地卷起窗帘一角。最终这些抵抗像多米罗骨牌，只需要轻轻推倒一块，便会全然崩塌。眼前这个面如冠玉的少年猩红着眼，俯身小心翼翼地吻在我的唇角。我的心头隐隐发颤，要开始了，一切即将要开始了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，这世间的罪恶便停止不了了。陆向同从那晚之后就非常担心我，觉得我跟林志洲之间气氛很怪，并让我离林志洲远一点。他看你的眼神很怪，像恨不得吞了你一样。他在家有没有欺负你？陆向同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，就一直很关心我，生怕我被林美惠和林志洲欺负。我笑着摇了摇头。真的吗？陆向同有些不信。真的没有啦。我被他那副认真的模样逗得发笑。如果他们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报仇。陆向同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在我被欺负的时候为我挺身而出。谢谢你，陆向同。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脸上飞过一抹绯红。不客气，咱俩还要一起上大呢。没想到这句话被迎面走来的林志洲听了个清清楚楚。他径直从我俩旁边走过，目不斜视。陆向同推推我的手，你哥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远去的背影充斥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我抬手耸耸肩，表示不在意。陆向同说陆妈妈想我了，让我去他家里吃晚餐，我欣然同意。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了。我躺在床上看漫画，林志洲进来了，我也没察觉，直到身后的床面凹陷带来轻微的震动。我扭头去看来人，林志洲面色沉静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。怎么了？我有些心虚地往床头挪了挪。你们还约好一起上大了。林志洲的嗓音有着专属他的清冷质感，低低沉沉，惹得我耳朵发痒。我暗道大事不妙，将书抛到一边，软着声音道：他妈妈本来就希望他上大呀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抬起眼角，一点也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我可是要和你一起上大的。我搂住他的脖子，摇头晃脑。林志洲听了，脸上的神色才稍微好看一点。你怎么这么爱吃醋啊？我亲爱的哥哥。地下恋当然是紧张而又刺激的。深夜的露台上，相互取暖的拥抱，扮演着门的书房里，刺激而又充满禁忌的吻。这些禁忌和快感充斥着我的感官，也让我变得疯狂。餐桌上，林美惠娇笑着问江河，她新做的指甲好不好看？毕竟当着孩子的面不好太亲昵。江河尴尬地看了我一眼，假装咳嗽了一声，点头说好看。林美惠满意的笑，余光瞥到我，示威似的靠在江河的肩上，似乎像外界传的那样，新晋江家女主人靠着自己的本事，彻底拿捏住了江氏集团的老总，
连江家唯一的女儿也要排在其后。我也含笑看着他，手却伸向了旁边，握住了林志洲的手。有桌子的遮掩，我明目张胆地在他的手心里作画。要是他引以为傲的儿子甘愿为我俯首称臣，他还笑得出来吗？到时候知道真相的他，脸上该有多精彩呀！我真的很期待。林志洲在第2次模拟考的时候又考了第1，而且物理还得了满分，而我只考了50分。林美惠笑得合不拢嘴，跟江河商讨着要买什么礼物来奖励他优秀的儿子。晚上，林志洲拿着试卷到我房里给我讲题，我盯着眼前这个认真专注的少年，语气颇为不满：“你妈妈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妈妈。”林志洲听了头也没抬，我着笔看我做的题目，这道题公式没用对，你再看看。我不满他的态度，将笔扔到一旁，结果掉落到地上。不看。我幼稚的行为惹得他发笑，他笑的幅度不大，只是平时平直的唇角，此刻会微微上扬，脸颊浮现出一个浅浅的梨窝。林志洲在学校里是遥不可及的高岭之花，即使有女生心生爱慕，也不敢贸然上前搭讪。所谓只可远望，不可亵玩。但在我这里，他常常会展露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会笑，会怒，也会哄。他将笔捡起，摸摸我的头，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喜欢你就行，你做自己就好，其他事情我来解决。要是我和你妈妈被绑架，绑匪说只能救一个，你选谁？这个问题不亚于我和你妈妈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就谁这个千古难题。”林志洲突然坚定道：“只要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遇到任何危险。”其他小女生听了这番话，可能会感动到痛哭流涕，但当时我想的是，林志洲也太假了吧，谁信呢？不要转移话题，你选谁？我不依不饶。你。我满意的去亲他的脸颊，奖励他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我都无比得意，真想录下来发给林美惠听，看看他气急败坏的模样。我和林志洲偷偷谈恋爱的事情被发现得很快。临近高考，林志洲每天放学都在辅导我的功课。天生我不安分，没有耐心，听题听到一半，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比如少年修长白皙、骨节分明的手，再如那张线条流畅、棱角分明的侧脸。我听得一知半解，注意力全在少年的身上。明白了吗？我一脸茫然。少年无奈地敲了敲我的脑袋。别敲了，再敲就更笨了。我抱住林志洲的脖子，蹭蹭他的颈窝，向他撒娇。都说撒娇女人最好命，男人都吃这一套，林志洲也不例外。我坏心眼地往少年的耳朵哈气，林志洲的耳朵立即染上一抹绯红，他摁住我乱动的身子，直直地看着我不说话。渐渐的，我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想逃，不过来不及了。我笑着挣扎着，偏头躲过少年炙热的吻，结果瞥到站在门口捂着嘴巴、满脸震惊的女人。看着这个摇摇欲坠、抖如筛糠的女人，我脸上的笑意越发灿烂。你再得意又如何？你寄予厚望的儿子心甘情愿为我做任何事。我从墓园出来，风猛烈地袭来，卷起地面上的落叶，天边迅速聚集起灰色云层。风雨欲来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林志洲打了几十通电话，都被我摁掉。此刻电话那端的人倒是颇为冷静。我一边听，一边踢着路边的小石子。不想接。那边明显顿了一下。在哪？不知道。听话？不听。良久，笑声通过手机传达过来，震得我耳朵发麻。不听话是想要惩罚吗？惩罚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不听话是要有惩罚的。那不如罚你永远找不到我吧。我笑得没心没肺，丝毫不在意对面已经开始急促的呼吸。江心月，别乱开玩笑。林志洲的语气瞬间冷了几个度。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的袭来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拦了一辆车。回到江家已经晚上9点了，阿姨还在厨房忙碌。她看见我问道：“心月，怎么这么晚回来？”
今天不是没有补习班吗？去路向童家玩。我解释道。饿了吗？他关切地问我。我乖乖点头。他让我坐着，要给我下馄饨。我很爱吃馄饨，母亲在的时候，经常给我包小馄饨。虽说志州那个妈对你不上心，但志州对你倒是蛮好的。怕你回来晚了肚子饿，特意让我晚点下班。轰隆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，沉重的雷鸣从云层间传出，震耳欲聋。我回过神来，放下手里的碗，他去哪了？阿姨将馄饨放在桌子上，不知道下午他接了个电话就跑出去了，急得不行嘞。他平时很稳的，还没见过他那个样子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我听了，心里一惊，倏地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夜色如墨，重重叠叠的雨幕遮住了我远望的视线。哦，对了，新月，你快打个电话给他，让他赶紧回来，这雨越下越大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忙音，在打的时候已经直接关机了。阿姨，他手机关机了。我有点困了，先上楼了。他有些讶异地看着我，似乎觉得林志州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该如此冷漠地对待他。话音刚落，大厅的门被推开。林志州浑身都湿透了，黑色的运动套装紧紧地贴在身上，脸色苍白得可怕，额前的头发正往下不停地滴水。与大厅的金碧辉煌相比，似乎显得有些狼狈。我握着楼梯的扶手站在楼梯上，他一眼就看见了我，锐利的眼神稍微松了一松。他看着我没说话，大概在生气。阿姨连忙拿了块浴巾给他，这是干什么去了？淋成这样，明天准得感冒。我回过神来，转身朝楼上走去。让林美惠痛苦的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折磨她的儿子。第二天早晨，林志州拖着沉重的步伐下楼，又轻飘飘地坐在我旁边。林美惠小三做得不错，戏也演得很好。每天的早餐从不假手于人，一心一意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。儿子啊，今早阿姨说你昨晚发烧了，对不起啊，妈妈工作太忙了，没能照顾好你。林美惠伸手想去摸林志州的额头，她不耐地抬手躲过，声音低哑：“我没事。”林美惠有些尴尬地伸回手，又笑着要给林志州盛粥。这是妈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包的皮蛋瘦肉粥，你快尝尝。林志州没什么情绪地说：“不用。”林美惠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毕竟我在这儿看着呢。她想要通过展现她和林志州之间有爱的母子关系来向我施压，奈何林志州就是不配合。大概是我对林志州洗脑成功了吧，这冷淡的母子关系倒是我乐见的。我来吧。我朝林志州伸手要碗，林志州看了我一眼，老老实实的将碗递给我。林美惠的脸色立刻变了。我盛好粥之后，将碗放在她前面。哈哈，你们兄妹感情倒是好。江河颇为欣慰。呵呵，我也觉得志州和新月确实处得好，他们知道分寸。老江，你不知道，我上次参加聚会，听黄太太说，现在有些姑娘快成年了，还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，10几岁的人了，还缠着自己的哥哥，要和自己的亲哥哥睡同一张床。你说说，这不是不知羞耻吗？江河惊讶地瞪大眼睛，还有这种事儿？他妈妈怎么回事？应该要从小告诉孩子男女有别呀，这像什么样子？林美惠掩嘴一笑，满不在乎道：“谁知道呢？也许是有妈养，没妈教呢。怕就怕在，虽然有妈教，但你抵不住有些人，他骨子就是贱，勾引自己的哥哥呢。林阿姨，我的勺子不小心掉了，可能滚到您那边了，您可以帮我捡一下吗？”我笑着打断她。林美惠有些不乐意，但又不想在江河面前表现得太斤斤计较，于是答应了。果然，当她捡起勺子抬头的那一刻，我看见了她僵硬青黑的脸。哈，真有趣。想必她应该是看见了餐桌下她儿子紧拉着我的手不放的场景吧？不是要暗示我、敲打我吗？不是想要说我是个勾引自己哥哥、不知廉耻的贱货吗？那好，我就坐实给你看。我谅林美惠也没那个胆子在江河面前拆穿这一切，毕竟她还得靠着江河过她的下半生。
那天的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林志洲是个很执着的人，依旧在追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想让我找到你呢？你感冒好了没？我依旧转移话题：还没。但是如果你亲一下的话，没准儿明天就好了。此时的林志洲像个小孩，像个吃不到糖在撒娇的小孩。要是让学校里的女孩子们看到林志洲这副样子，估计会大跌眼镜。高岭之花到温顺小狗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他甚至乖到没有问为什么那天我不理他，也不接他的电话，也没有问那晚我为什么那么绝情，连一句话也不跟他说一句。而他为了找我，淋了整整5个小时的雨，发烧到39度。我想他知道原因，但他选择了沉默。对不起，哥哥。我吻在他苍白的唇角，虔诚地向他道歉。为以前，为那天，为以后。没关系，但你是我的，永远也逃不掉。林志洲擦掉我脸上的泪水，轻轻说道：如果逃了呢？那最好不要让我抓住。他下巴磕在我的发顶上摩挲着，不然我会把你锁起来。我听了之后，不可抑制地笑了起来。我们相互依靠着，从夜色浓郁到天色静明。高考很快结束，一些事情也该尘埃落定了。你觉得他们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我问林志洲。林志洲正在摆弄着电脑，上面是我看不懂的股票曲线图。听完我说的话，林志洲停下手中的事情，握住我的手说：只要你想和我在一起，我们就不需要任何人同意。江心月，相信我，我会给你一个灿烂的未来。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，陷入沉思。未来？我还有未来吗？我们还有未来吗？高考成绩揭晓，林志洲的成绩让大家大失所望。林志洲语文卷作文被判0分，意味着他没写作文。最先接到消息的是林美惠，老师打电话问他是什么情况。毕竟林志洲的水平，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。学校本来想靠林志洲这个准省状元宣传一波，结果这个准状元居然没写作文，这可不像是一向沉稳的林志洲会干出来的事。所以老师就想打电话问问林美惠，最近家里出什么事了，导致孩子情绪变化，没写作文。林美惠知道消息后勃然大怒，她已经在太太圈里夸下海口，说她儿子是准状元，让需要给小孩辅导的太太可以联系他。虽没有明说，但大家都知道林美惠是小三上位的，只是碍于生意场上的利益关系没有点破而已。满是权贵的太太圈怎么会看得起一个小三呢？要不是看在想让林志洲给自己小孩补课的份上，他们才懒得搭理林美惠呢。这件事已经惹得几个有权势的太太对他心生不满了。林志洲的做法无疑是将林美惠踏入太太圈的桥敲碎了。他气急攻心，觉得是我教唆林志洲这样做的。于是林美惠驱车回家，冲进我房间，狠狠给了我2记耳光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教唆我儿子交白卷？林美惠扯着我的胳膊，面目狰狞。我疼得皱眉，用力甩开林美惠。我看着林美惠这副癫狂的疯样，大笑。是我又如何呢？谁让你儿子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？别说是交白卷，就算是让他为了我去死，我想他一定也心甘如饴。不像你，连亲儿子都不要你，真可怜啊！这句话像一把刀一样扎进林美惠的心里，她歇斯底里的尖叫：你这个烂货，小小年纪就勾引我儿子！我的挑衅让林美惠彻底疯了，她像个疯婆子一样向我扑来，拽着我的头发，将我摁在地上打。你这个贱人，和你那早死的妈一样贱！听到这儿，我挣开她的手，死死地盯着她。是你对不对？我妈是不是你害死的？我痛苦地嘶吼着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林美惠反压在地上，抬手狠狠地甩到她脸上。林美惠身体一僵，脸色一变：你妈是跳楼死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小小年纪，不要血口喷人。随后她又得意地笑：我知道你一直恨我抢走了你爸爸，要怪就怪你妈不够骚，守不住男人。就你妈那个病殃殃的样子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倒胃口？你爸都说了，和你妈多待1秒钟都会觉得窒息。
所以呀，你妈就该死，死了好给人腾位置。哈哈哈！我毫不犹豫地扬起手，又打了他2巴掌。我会杀了你的！我面无表情地说。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不要脸的贱货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我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好让他再也说不出一句污蔑我母亲的话来。林志洲冲进来的时候，林美惠已经喘不过气来了。新月，乖，松手！我松了手，失重一般倒进林志洲怀里。林美惠瘫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亲儿子对我百般呵护，却对自己视而不见。林志洲，我可是你亲生母亲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林志洲将我抱起，看也不看地上的女人一眼，语气漠然。冷血，大概率是遗传吧。林志洲真的没写作文，只因为我一句想和他上同一个大学。他拿他的前途做赌注，只为了能和我有一个未来。但我该如何告诉他，这是一场骗局呢？当天晚上，我突发高烧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林志洲果然爱惨了我，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，他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手，不吃不喝不睡，那悲伤的样子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我死了呢。江河刚出差回来，待了20分钟就回公司了。有爸爸也相当于没有，商人都以利益为重，哪有什么亲情可言呢？我时常在想，妈妈跳下去的那一刻，是不是也在想着终于可以解脱了？心甘情愿地守着一个冷酷无情的男人20年，想着等他回心转意，何成想人没等到，却把自己的一生给赔了进去。第2天，陆向同和陆妈妈来医院看我。陆妈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心灵手巧，厨艺很好。她将鸡汤倒出来，一勺一勺地亲自喂我。怎么瘦成这样啊？你妈妈知道了该有多伤心啊！陆妈妈是我母亲的大学同学，之前2家人住得近，关系很好。她很喜欢我，以前经常开玩笑说要让我和陆向同定娃娃亲。陆阿姨，月月要休息了。打水回来的林志洲下了逐客令，陆妈妈也不好再留。陆向同还想说些什么，也被陆妈妈扯着走了。除了我，林志洲对别人貌似都没什么耐心，3言2语就能将人打发走。林志洲安抚我躺下，他眼底青黑，从昨晚到现在，好像就没有合过眼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我。你叫我，我就在。他俯下身子，在我额头上印下一吻，动作很轻，仿佛对一个易碎的娃娃。而沉浸在这样氛围里的我们，完全没有看见去而复返的陆向同。除了我妈妈，林志洲是第2个让我感受到被人珍视的感觉的人，但我没有能力回馈他所给予我的这种爱。我们之间本就是一场荒唐。你跟你妈关系不好吗？想到之前的种种，林美惠和她的关系确实算不上好。3000，我5岁，她把我卖了，3000块。她垂着眼皮，风轻云淡地说着，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不是自己。13年前，林志洲的父亲因病去世，林美惠不甘寂寞，仗着自己还年轻貌美，到风月场所上班，认识了一个煤矿老板。但她生怕煤老板嫌弃她有儿子，所以为了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她毫不犹豫地将只有5岁的林志洲仅以3000块的价格卖给了一户生不出孩子的家庭。后来，林美惠做了几年小三，煤老板也没娶她。买家也很穷，他们本来就是想买一个免费劳动力，所以他们为了节省开支，没有让林志洲去上学，还要他洗衣做饭做家务，并且规定他每天只准吃1顿饭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林志洲比周围的同龄人都瘦小。别的小孩去学校，他得去街上捡水瓶，卖钱补贴家用。邻居家的小孩知道他是捡来的，也暗地里欺负他。就这样，过了7、8年，林美惠终于良心发现，去赎回了林志洲。可为时已晚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就算林美惠后来如何弥补他，也早已于事无补了。我很清楚我妈和那些太太的交易，她想拿我做人情，我不会让她如愿的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她生怕我内疚，主动解释。
他不过是想为5岁的自己讨回一次公道罢了。我震惊于林志周的遭遇，无法想象这个优秀高傲的少年竟有这么一段不堪的过去。我竟以为他是在林美惠的精心照顾下长大，毕竟林美惠所营造出的慈母形象，让我认为，就算林志周要杀人，他都是递刀的那个人。我更震惊于，一向骄傲如他，竟在我面前自揭伤疤，将他所有的痛苦摊开给我看。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样的感觉，我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，而我还即将成为在他的伤口上补刀的那个人。我还自以为聪明，将伤害林志周作为报复林美惠的手段。我这种人死了之后，应该会下18层地狱吧？所以，我只有你了。林志周在我的手心落下一吻，此刻他脆弱得像易碎的瓷器。如果连你不要我了，我会死的。他抬眼看我，猩红的眼里涌动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一惊，他似乎知道些什么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喃喃道：“不准说这样的话，就算所有人都离开你了，你也要自己爱自己。”出院后，我一直在家休养。不知道林美惠吹了什么枕边风，江河带着她飞去了国外旅行。江河打了几个电话过来，并且批评了我一顿，说我对长辈不敬。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起人生大道理，说什么都是为了我好。我无心听这些冠冕堂皇的道理，只觉得虚伪的恶心。我现在无比厌恶这个被我称作父亲的男人，如果不是他出轨，我妈妈肯定还活得好好的。林志周对我越来越好，我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。我们同病相怜，我失去了母亲，他没有父亲。他一路磕磕绊绊地长大，尝尽了人间冷暖。虽然17岁之前，我有父亲也有母亲，然而性格懦弱、忧郁成疾的母亲，有家不归、拈花惹草的父亲，踏进家门逼母亲让位的小三们，以及那些令人难堪的风言风语，充斥着我的青春期。所以，我们本质上是一样，在漫长的黑暗中度过了童年，敏感而缺爱，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绝不会让出1分1毫。被关心、被爱护、被需要，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，是会上瘾的，尤其是尝到了被爱的滋味。林志周似乎要比我可怜得多，我后悔将他拉入这个深渊。我不该招惹林志周的，我后悔了。陆向同这段时间天天都给我送陆妈妈熬的鸡汤。陆向同对林志周的敌意越来越大，故意当着林志周的面聊些我们小时候的趣事。我打起精神附和陆向同，对林志周越来越冷淡。我确实是因为林志周向我袒露身世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心中的愧疚感与日俱增。林志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我们之间越发的沉默。这天，我借用林志周的电脑拷贝音乐，不小心误点了一个音频。漫长的沙沙声过后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婚？林美惠的声音传出来。离婚是不可能的，她手里还有江氏1半的股份。是江河。我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。如果还没有解决方法，贿赂王市长的事，你也不想让全国的人都知道吧？话音未落，江河有些不耐烦道：“你就非得要这江太太的名头不可？车子、房子、首饰哪样我没给你？我就要江太太这个名头。我已经受够了当地下情人的滋味。”林美惠歇斯底里地怒吼着：“你不要激动，我已经让人把药给换了，他时间不多了。”刹那间，浑身的血液直冲脑顶。所以是我的亲生父亲联合林美惠害死了我的母亲。我不停地颤抖着，后背有冷汗不停地渗出。母亲是家中的独女，性格单纯温良，一直被外公外婆呵护在手心里，没受过任何委屈。后来遇到了父亲，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一穷二白的大学生，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让母亲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并且非他不嫁。外公外婆强烈反对，母亲以死相逼，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。为了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，还让父亲进入公司打理家业。早些年，外公外婆相继离世，父亲也渐渐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但母亲爱父亲爱到骨子里了，即便他早有耳闻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，他却一直隐忍，当作毫不知情，
长久的情绪压抑酿成了抑郁症。然而，她一直深爱着的丈夫不仅不爱她，还想着要她的家产，甚至是她的命。我颤抖着拔掉 U 盘，但是，林志洲的电脑上为什么会有这个音频？新月，不知何时，林志洲已经出现在了房间门口，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。所以你早就知道真相了，我妈妈是被他们害死的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害怕你妈坐牢吗？我扑过去揪着他的衣领，愤怒地拍打在他身上。林志洲紧紧抱住我，抚摸着我的背，试图让我安静下来。对不起，江新月。对不起是这世界上最无用的3个字，对不起有什么用呢？那些伤害已经造成，不是几个轻飘飘的字就可以抹杀的。我只是太害怕了，害怕你知道了会离开我。是呀，谁会去爱一个弑母仇人的儿子呢？这个秘密他埋藏了很久，他也快要承受不住了。林志洲，你跟你妈一样让我恶心。我面如死灰地推开他，往外走。林志洲脸上惨白，紧紧扯住我的衣角。他红着眼睛看着我，那副模样像条被丢弃的流浪狗。求你别走。我们就这样吧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林志洲当作什么也没听到一样，堵在门口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，久到我以为世界摁下了暂停键。报警，我陪你报警。我是证人，我可以作证，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只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。我害怕你不要我，所以才会瞒着你的。他眼角的泪顺着脸颊滑落，语气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不分手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没有你，我会死的。他抓住我的双肩，力道大的让我忍不住皱眉。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是为了报复我妈，但江新月，你知道吗？我心甘情愿，只要你待在我身边，我愿意被你骗，被你利用。他本就是天之骄子，现在却如此卑微。可他的傲骨好像被我亲手一寸一寸打碎，在我面前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。我沉默着，可是有时沉默也是一种答案。他颓败地耸下他的肩膀，挺直的背脊此刻弯成一道弧度。这份甚至算不上爱情的感情，掺杂了许多个人恩怨，它不纯洁也不纯粹，充满着阴谋与算计。所以就让它彻底结束吧。没关系，江新月，我说过，你逃不掉的。林志洲的偏执程度远超我想象，他打发走了家里的阿姨，将我关进了江家的地下室。当冰凉的铁链接触到皮肤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你要干什么？把你锁起来，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。你疯了！我震惊地看着手腕和脚腕上的链子。之前那个对我言听计从、百般百顺的林志洲，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样的囚禁让我觉得屈辱。对，我是疯了，被你逼疯了。林志洲歇斯底里，在我旁边跪下，双眼猩红，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脸，绝望而痛苦。江新月，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地下室是江河用来藏酒的，四周封闭，即使开了灯，也昏暗无比。这里面竟然有一个房间，这是我之前没发现的。林志洲是个疯子，直到昨天我才明白，他疯得彻底。如果知道林志洲是个如此偏执的人，我一定会躲得远远的，绝不招惹他。我实在受不了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。林志洲用链子锁住我的四肢，我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移动，受不了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他的帮忙。我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，在林志洲眼里，我就像他的宠物。你要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缩在床角问他。我已经把音频交到警察手里了，我也会出庭作证的。你不要担心，我知道你想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江新月，我会帮你做到的。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但能不能不要说离开我的话？林志洲摸摸我的脸，炙热的吻落在我的唇角、脖子，眼里是赤裸裸的欲望和痴迷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或许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林志洲。
他伪装得太好了，让我成功掉进了他的陷阱。他的好，他的爱，他的包容，都是他的手段。他以爱为名，企图囚禁我一生。你明明知道是他们害死我的妈妈，却不顾我的感受，试图掩盖真相，把我蒙在鼓里。如果不是我恰巧要用你的电脑，你是不是还想瞒我一辈子？林志洲，你真自私！我不要你这样的爱，我一点也不爱你，我恨死你了！我已经在这个地下室待了2周了，我以绝食来表达我的不满。林志洲把周吹凉送到我嘴边，我紧抿着嘴，就是不开口。江新月，你乖一点。我倔强的别过脸，真是个倔强的小孩。林志洲无奈的笑了，捏了捏我的脸。林志洲到底还是舍不得我死，他妥协了。只要你把粥喝了，我就放你出去，并且保证你永远不会离开我。他目光灼灼地看着，良久，我才听见我的声音：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一刻，他眼里才闪出一丝亮光。